老板，姑爷昨日从英伦归国的轮船遭到了海盗袭击，不过我们的人已经保护好了姑爷，不仅无人受伤，还击杀了大量海盗，预计今日抵达海城。文灿留洋3年，如今学成归国，今后这里就交给他来打理。哦，对了，交代你的事情都办妥了吗？春风银行经理的聘书已送至萧府，您这3年来默默在背后为他构建了一个商业帝国，等他们知道了，定会欣喜若狂。文灿在我们新婚当日便收到了通知，远赴国外。我的丈夫求学出国，我自然不能落下。先将这些入库吧。这是假的。去死吧！小姐，你没事吧？现在这局势越来越动荡。老爷当年为救萧大帅命丧战场，夫人临终遗言希望您安稳一生，您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还好，姑爷就快回来了，到时候你也能有个帮衬。走吧，该回去了。我儿如今刚刚留洋归国，便接到了国际金融支柱春风银行的聘书，真是光耀我大帅府的门楣呀！刘莹啊，等文昌回来，你俩抓紧时间要个孩子，为我萧府开枝散叶。母亲，母亲，我儿回来了。这位是母亲，刘莹，这位是唐婉婉，是我留洋期间的同学，更是我的未婚妻。姑爷，你这是要抬姨奶奶吗？什么姨奶奶？婉婉是新式女子，我们讲究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所以，夫君，你要如何？刘莹，你我是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而我和婉婉才是志趣相投的伴侣。我们都是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新式青年，她才是我的心之所向。他是你的心之所向，那我呢？阮小姐，你别执迷不悟了。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封建财富，是枷锁。所以，我不能跟你过一辈子没有爱情的婚姻。我要冲破枷锁，做民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我要离婚。文灿，你在说什么？这也是为你的名声考虑，离婚不算休妻。为我的名声考虑？按照如今新律法，夫妻感情破裂离婚，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你又没什么损失，希望阮小姐可以祝福我和文灿的爱情。一个人的成全，总好过3个人的痛苦。可至今无人根据这个新法离婚，那些外人依旧会在背后戳我们小姐的脊梁骨。文灿，刘英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倘若离婚，你让她一介孤女怎么生存？你若实在喜欢这位唐小姐，就抬个平妻吧。好了，我意已决，这事没得商量。夫人，主子说话，你个下人敢多嘴多舌什么？刘莹啊，男人3妻4妾也是很正常的，况且文灿即将任职春风银行的经理，唐小姐留洋归来，必定能助力于他。你想来识大体，想必定会同意吧？我不同意，我和婉婉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我承诺过她的。萧文灿，你可还记得，你也承诺过我。刘莹，能娶到你是我的荣幸，你是我此生唯一的妻，安心在家等我，定不负你。我等你回来。当初娶你时，我并不懂什么是情爱，直到遇到了婉婉，我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对她的爱是纯洁的，是无瑕的，不能掺杂任何其他的东西。还请你成全我。何必将男人的见异思厌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总之，我并不爱你，我们的婚姻也注定是悲剧。这个婚必须离。我看谁敢离！刘莹向来稳重，做事从不出差错。萧府有了她，才有如今的繁盛。你要离婚，除非我死。祖母，我和婉婉已经在国外订了婚，而且她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什么？你看这事儿闹的，这怎么就怀上了？所以这婚非离不可。你，刘莹，别怕，有老太君在，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刘莹啊，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混账。我们萧府只认你一个少奶奶。祖母，您先别生气，保重身体要紧。我去给您拿药，您先休息一会儿。小姐，你这样做真的值得吗？要不是这3年你不惜以自己的血为药引，数10年如一日的为老夫人制药，恐怕等姑爷回来都看不到老夫人了。你为萧家倾尽所有，可他们现在竟如此待你。好了，先治好祖母要紧，她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混账！你们要是离婚了，那她的嫁妆怎么办？混账！你们要是离婚了，那她的嫁妆怎么办？小姐，你父亲当初就是看上了阮家的万贯福财，才和他们说亲的。
虽然后来阮府为了救你父亲覆灭了，但是当年他的嫁妆都是特意从欧洲购买的，一节火车的车厢都拉不完。我才不要他的钱，我要追寻的是真正的爱情。糊涂！这些年来，要不是靠着他的嫁妆支撑着大帅府，你以为我们帅府能有如今的繁盛？怎么可能？我堂堂大帅府还需要他一个女子的接济？你可别小看了他，他从你阮伯父手中接过东省13行，虽说没落了，但是每月还有300万两的白银入账呢。300万两白银！况且你父亲这些年在外打仗，早就把大帅府掏空了，这里里外外的哪里不消银子？你若执意离婚，除非把他的嫁妆全部留下，否则休想！夫人，老夫人，就算文灿不离婚，我也愿意跟着文灿，无论什么身份。婉婉，怎么连你也……文灿，老夫人说的对，我们不能自私的只为了自己想，你也要多为了整个大帅府考虑考虑。没事的，为了你，我和宝宝愿意受委屈。明明就是贪图小姐你的嫁妆，真是太不要脸了。看来你们纯洁的爱情也没高尚到哪去。夫君跟唐小姐的感情还真是情真意切啊，看得我都要感动了。刘姨啊，快来！文灿和婉婉都同意不离婚了，天大的喜事啊！祖母、母亲，像唐小姐这样心事的女子都甘心做姨娘，那我怎么能不识大体呢？什么姨娘？明明是……我同意夫君跟唐小姐成婚，就定在5日后完婚吧。届时夫君出任春风银行的经理，喜上加喜。好，好，好！文灿能够娶到刘姨这样的妻子，是我们萧府的福气呀！这男人嘛，就是图个新鲜。我们女人不算他把人抬进门，这左右也越不过你去。那这婚礼不如就交给刘英来操办吧，到时候世人也会夸咱们帅府的当家主母宽容大度。想用我的嫁妆来给你们萧府纳妾，萧氏，你们当真打得一手如意好算。对呀，刘莹，你也刚好借此机会让文灿看看你的贤良淑德，让他对你回心转意。贤良淑德，好啊，到时候我定会为夫君风光大办，定会让人整个海城看看我大帅府的辉煌。那就辛苦密斯软了，以后这帅府我和文灿主外，你主内，定能和谐相处。不过一个封建时代的旧遗物，你这个土包子，就好好待在你的深宅后院，等到熬到人除珠黄吧。5日后，我会让你们知道真正的上流社会是什么样子。你们在干什么？唐小姐和少爷说他们喜欢法式玫瑰，说这个牡丹艳丽俗气，让我们通通铲除。你们，她一个小小的姨娘，是要翻了这帅府的天吗？唐婉婉人呢？唐小姐说约人去喝下午茶了。对，这是那个唐小姐的消费单子啊。少爷说一切跟管家有关的事啊，都找您。百货大厦舞群400大洋，百乐门跳舞800大洋，养生茶馆打牌欠单2600大洋。你们真是把我们小姐当冤大头呢，太欺负人了！不签，谁爱签谁签。阮流莹，我早就与你说过，不要为难婉婉，你是不是把我说话当耳旁风了？唐小姐，这是又向夫君告状了。把我刚才试的这些都包起来，拿着这个上大帅府拿钱就行。哎，不好意思了，唐小姐，帅府人说了，以后您的欠单一律不签。圆圆出身尊贵，不能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本就已经委屈了她，如今只不过置办一些首饰而已，这也在情理之中啊。更何况，若不是她助我在东海上击退海盗，救我性命，我早已命丧东海。你又何必总是在这些小事上为难她，让她难堪？东海，那明明是我们家小姐。婉婉率性果敢，半分不像你等这样小家子气，只会争风吃醋。我争风吃醋？难道不是吗？你真如母亲所说的那样贤良淑德，可没想到，也只不过是一个小肚鸡肠的深宅肚妇。我本以为你们清高无比，视金钱如粪土，可到头来不还是又当又立吗？你什么意思啊？唐小姐仅2日的开销就是3800块大洋，抵得上府上半年的开销。现在府中可没有那么多现银。可我昨日明明看见你房间里那几口大箱子里，足足有数万的银元。怎么，夫君还没娶姨娘进门，就开始惦记我的嫁妆了？笑话！我堂堂帅府，岂会惦记你这点钱？不是最好。你放心，这些账我都会还。只不过我萧府人口众多，每日花销也大，我刚刚回国确实拿不出这么多现银。等我正式出任了春风银行的经理后，定会连本带息的还给你，绝不占你半分便宜。既然夫君这么肯定自己会当上春风银行的经理，何不直接向银行贷款？反正等出任了经理之后，肯定还得上。你让我去贷款，这传出去成何体统？夫君是留洋回来的，这种方式在国外很常见。你哪有妻子让丈夫出去贷款的？哪有夫君拿妻子嫁妆养姨娘的？我奉劝你，别将我们最后一丝情谊也消耗干净。你要是再这样，别逼我休妻。这整个大帅府，若是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情谊，都不至于筹谋着将我阮家吃绝窟。姑爷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您？简直欺人太甚！不许叫他姑爷，他不是姑爷。我们俩既无夫妻之实，现在亦无夫妻之情。小景给我梳妆。小姐都这个时候了，你要去哪里？我要去见一个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人。小姐，听说咱们这位新上任的督军杀人如麻，冷血无情，他会帮咱们吗？他会帮我，我需要他的权，
而他需要我的钱。督军，萧府大夫人已经在门外等了半个时辰了。不见。当真不见？来的那位似乎不是您那位姨娘，是您大哥萧文灿的妻子阮流莹。小姐，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督军是不会为了我们得罪大帅府的。不行，我今天必须见到他。萧承渊，你是海城新任督军。好久不见啊，嫂嫂。嫂嫂来此所谓何事？实不相瞒，我确实有一事相求于督军。有什么事儿是我哥那个留洋大学子都帮不了嫂嫂，可惜了，我早与大帅府一刀两断，大帅府的事我不会插手。嫂嫂请回吧。督军，这是翻译新拟定的本月的合同，需要您签下字。潘副官，送客。你这合同不能签。你这合同中最关键的地方，他们拿德文给你设置了歧义。督军要是签了，届时适用于西洋法律，督军便会面临国际官司。我马上去核实。嫂嫂还懂德文？略懂。督军，咱们的翻译官被国外的间谍买通，大夫人说的没错，那份文件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解决掉它。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谈谈吗？嫂嫂不会以为帮我解决了一个内鬼，我就会帮你吧？我既然来求督军办事，自然是带着诚意来的。督军，这是春风银行送来的礼物。没想到嫂嫂还和春风银行有关系，打开看看。这全是最新式的枪支。海盗来势汹汹，持续骚扰华北地区，想必很让督军头疼。督军有权力跟地位，我有财富跟资源，若能合作，想必对督军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嫂嫂究竟想要什么？督军是海城权力之巅，手下能人众多，我要司法院第一律师陈恒替我收集一切有利于我的证据，助我顺利离婚。你要离婚？对，我要跟萧文灿离婚。他可是大帅府的长子，所以我才要督军助我一臂之力。3日后，在萧府的婚宴上，我要一分不少的带着我的东西离开。好，我答应。3日后12点，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3日后，督军想要的一切也会得到。萧督军，合作愉快。你干什么？嫂嫂，你究竟是什么人？嫂嫂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什么人，重要吗？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到督军，不就可以了吗？难不成督军不敢与我合作？我们先告辞了，希望督军3日后说到做到。督军，我没听错吧？大夫人要离婚，她要做民国离婚第一人，还是个女人。女人怎么了？她可从来都不是甘心困在内宅里任人摆布的金丝雀。文灿，我看上了一个新的西洋裙，反正你马上就要入职春风银行当经理了，到时候发了薪酬给我买，我们可不花那女人1分钱。这都还没进门呢，光天化日的，像什么样子？香水可是时髦的象征，Miss阮这种封建废物欣赏不了也正常。没猜错的话，这款香水应该是百货大厦新进的法国茉莉，一瓶价值2500块大洋。夫君可悠着点，不然到时候又只能去银行借贷了。你最近花钱也注意些分寸，我们婚礼还要消耗一大笔钱，我又还没有正式入职，经不起你这样铺张浪费。阮流莹，既然你非要跟我争，就别怪我不给你退路。这喜事儿哪有办得到处都白轰轰的，多不吉利。也不知道刘莹是怎么安排的。哎呀，祖母，那都是新嫂子要求的。据说这是西洋很流行的结婚仪式，男人穿西装，女人穿洁白的婚纱，象征纯洁的爱情呢。都娶第2个老婆了，有什么纯洁不纯洁的？祖母、母亲，以后和文灿好好的生活，共同打理好大帅府。是。婉婉姐，你今天也太好看了吧！不像那个土包子，穿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对了，怎么不见 Miss 阮？哎呀，他哪好意思来呀？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达官显贵和留洋新贵呀？他一个老古董，出来也只会给大家丢人现眼。
是阮流莹。这是谁家小姐呀？身姿如此绰约，这样的气质丝毫不输新娘啊！阮流莹，你故意的是吧？我告诉你，别拿你内宅争宠的那一套来对我，我和你不一样。我故意什么了？我是新时代的进步青年，不是肤浅的视觉动物。别以为你费点心思打扮一下，我就会被你的美色所迷。文灿，婉婉，我没有其他意思。好了好了，大喜之日，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祖母、母亲，婚礼仪式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开始，我们先吃点东西吧。也好，那我去找人备些茶点。Miss 阮，这种场合可不能吃中式茶点，应该喝英式红茶或者咖啡。哎呀，婉婉姐，你跟这种老古党说什么呀？他啥也不懂。Waiter， 给我个芝士蛋糕，谢谢。好吃。祖母，这些都是国外特别流行的食物，你也尝尝。好，尝尝。哎呦！啊！快去帮祖母拿假牙，线下大家都走不开，祖母最疼爱姐姐，要不姐姐去帮忙取一下吧。刘莹，你去取一下，我去就回。阮流莹，既然你这么爱出风头，那今天我就让你出个够。夫妻对拜鞠躬，向来宾来份鞠躬，向。不好了，老夫人房间传出各种奇怪的声音，好像进贼了。你说什么？姐，你的私柜最近可有上锁？没有。哎呀，快走！偷东西偷到我大帅府，好大的狗胆！走。这不像偷东西啊，怎么倒像是偷情？可刚刚进来的不是 Miss 阮吗？难不成这萧少奶奶是对萧少爷另娶不满，要在婚礼上送他一顶绿帽子？老天爷，这萧老夫人可是礼佛的人，现在她房中干出这种下作的勾当。阮流莹，给我滚出来！夫君叫我何事啊？他怎么在这儿？小姐，还好你提前找人监视着他们，否则还真可能掉入陷阱。什么流浪小姐，还不是只会使些下流手段？剩下的你处理好。是。阮流仪在这儿，床上的到底是谁？似乎不止一个人吧？装神弄鬼，白日宣淫，该死！该死！祖母，这想必是那老太太给的实在太多了。老太太，您看我还有机会吗？你们还不快把这些肮脏东西给我扔出帅府！萧大少爷，不愧是留洋回来的，连老祖母说的话也是那么 open。全都给我闭嘴 ！Miss 阮，祖母让你替我和文仙举办婚礼，你就这么报复她？大嫂，原来你是嫉妒婉婉姐啊！刘莹，你也太不懂事了。唐小姐，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你嫉妒文灿只爱我一个，所以不择手段想破坏我们的婚礼，简直是在胡闹！这大帅府的脸面全都被你给丢尽了。这人是在老夫人的房间发现的，关我们小姐什么事？我们小姐可是连门都没有进过。我的人你也敢打？你们本就有错在先，这个下人又牙尖嘴利，胆敢顶撞主子，怎么你还要包庇他？萧文灿，前几日你还自诩是先进青年，高喊人人平等，怎么如今又要耍起主子威风了？更何况我何错之有？就算是有，也是欲加之罪，是你们萧府强加给我的。既然你这么不满，那我看等到婉婉进府之后，这府中的中尉你也不必再管了。求之不得。若不是我的嫁妆来补贴，你大帅府早在3年之前就已经家徒四壁，入不敷出了。可是你是怎么回报我的？我等了你整整3年，等来的却是你带了一个有孕的留洋女子回来要同我离婚，甚至这场婚礼都是用我的嫁妆来操办的。只是借用而已。你萧文灿置我于何地？你们萧家又置我于何地？今日这婚要离，不过提出离婚的
也是我阮流仪。你是不是疯了？我阮流莹今日就要同大帅府长子萧文灿离婚，你要离婚？离婚不就是萧大少所求吗？如今得偿所愿，你该高兴才是。你们整个萧家都该高兴才对。那也应该是由我来，该由我来提出是吗？萧家堂堂海城大帅府，你萧文灿留洋新贵，让我当着世人的面提了离婚，觉得不体面了是吗？知道就好。可是你们萧家靠着糟糠妻的嫁妆来度日，还有什么体面可言？阮流莹，我劝你给我适可而止。萧文灿，我看最不体面的人就是你，自以为喝了几天羊膜水就高人一等，实则呢，狼心狗肺，见异思迁。你凭什么认为你还配做我的夫婿？刘莹，你莫要再胡闹了。你嫁入大帅府3年了，怎么能说出这么扎心窝子的话？是3年的朝夕相处，换来的却是你们的满腔算计。萧老夫人，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父亲的临终托孤？你什么意思？我父为救萧家大帅丧命，阮家就此衰败。如今夫君父母，你们偏袒唐姨娘，污蔑我，只为惦记我的嫁妆。原来方才是故意诬陷手段，难怪急着把人带走，原来另有隐情。好你个贱妇，居然敢偷听我们讲话！今日这婚我要离，我的嫁妆也要一并带走。那么今天就当着全城显贵的面，一并清算干净吧。你是过错方，不能带走嫁妆。刘烨，若你执意与文善离婚，那祖母便不阻拦你了。但心虑有招，你是过错的一方，那你只能净身出户了。敢问老夫人，我何错之有？一错，错在成婚3年尚无所出；二错，错在极度成性，后宅不宁；三错，错在不敬婆母，不尊长辈，软柿留营。这3错，你可认？我不认。这里是海城，这可是大帅府，祖母的话堪比王法，你不认也得认。阮流莹，你我自幼相识，你若自请离去，我还可以给你留些银两，保你这几年的温饱。过错一方应当净身出户，那么应该净身出户的也该是你。你有何证据？证据吗？就在来的路上。好，我答应你，3日后12点，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12点，我就让大家见证你们萧府的安扎事，众人见证督军亲临。你在说什么梦话呢？督军在哪儿啊？来人，把这个不知轻重、不知所谓的贱婢拖下去，家法处置。小姐，你们敢？若是不想让他死，你就乖乖离开。我督军府要护的人，谁敢动？我督军府要护的人，谁敢动？督军，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儿管教自家媳妇儿，难道有什么错吗？奇怪，这人怎么有种熟悉感？督军，她是我的夫人，你管的未免有些太宽了。萧大少怎么如此怕死？刚刚对自己夫人不是很耀封扬威吗？是他有错在先，我只不过是稍加训诫。是啊，明明就是他先破坏我和文灿的婚礼。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姨娘，也值得兴师动众办什么婚礼？看来这宠妾灭妻是你们大帅府一贯的传统。什么姨娘？我明明是文灿的平妻。什么平妻？说到底还是个妾。我听说这萧大少的母亲原先也是个姨娘。大帅以前就是宠妾灭妻，竟逼得嫡子都叛出家门。你莫要胡说，当心我家大帅回来崩了你们！阮小姐，放心的谈你离婚的事，有我在，没人敢动你。怪不得你要和文灿离婚，原来是勾搭上了督军这等人物。阮流言，我本以为你真的苦苦等了我3年，对你还心怀愧疚。你的愧疚就是带着有孕的外女回家，你的愧疚是联合萧家人毁我声誉，你的愧疚是贪图我的嫁妆，恨不得吸食我的血肉吗？你说这么多，不就是想拿走你的钱吗？像你这种心机深厚的内宅女人，满脑子都是男人和钱，恶心至极。不像我和文灿，从来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不在乎，唐小姐不在乎，为何日日出门购物做头，还要找我家小姐签单？你胡说什么？那都是文灿去银行借贷的。啊！堂堂大帅府的留洋少爷，竟然去银行借贷！你们懂什么？过2天文灿就要上春风银行担任经理了，到时候那都是自家产业。我们这种文化人，管这叫资金周转，不叫急。的确，你们萧家人惯用的不是借，是偷，是抢。阮流莹，督军，您刚至海城，恐怕有些规矩您还不懂。我堂堂帅府盘踞海城数10年，也要遵循律法处事。如今督军扰乱我萧府的婚宴，毫无规矩的要拐带我萧府的媳妇儿，难不成要在我大帅府动武？谁说我要动武？第一律师，他怎么来了？这你就不懂了吧？司法院秘书的军司，那都是督军派来的。我一向是能动文绝不动武，
阮小姐，请。诸位宾客，我今日来此和你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他们的离婚做一个见证。这个贱人竟然敢请律师，那他以后岂不是要登报大肆宣扬了？你非要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是不是？刘隐，你这么做，将大帅府的颜面放在何处？大帅府还有颜面啊？我怎么不知道？怪不得你这几天默不作声，原来早有筹谋。像你这种心机的女人，难怪文灿不喜欢。萧文灿的喜欢我可不稀罕，如果你喜欢的话，那便施舍给你好了。陈律师，有劳了，开始吧。是。这是什么呀？这3年阮小姐在大帅府的支出，近几日我等已经仔细审查完毕，共8888万两白银。什么？这么多钱？你凭什么胡说？凭什么？就凭这些？这大帅府仅1日的支出，就是寻常老百姓的3年的支出啊！这太黑心了吧！这些肯定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加急处理，经过层层审批，公章确定。你在这里质疑他们的真假，是要质疑整个司法院吗？还有，这是阮小姐这3年掌管经营所有店铺的记录，你们萧家无一人提供任何帮助。所以，无论阮小姐婚前还是婚后的财产，都与大帅府无关，都可悉数带走。你们，祖母，祖母，督军，咱不过去帮帮少奶奶。大少奶奶？哦，不，阮小姐。这是她跟萧府的家事，她会处理得好。要来了！有些事不是只有你能为祖母做这些。祖母，我来为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这药以前就是祖母喝的，我什么都没动。那怎么会越来越严重了？没了药引，当然没效果了。说什么药引？好啊，定是你这个好夫人在这个药里做了什么手脚来陷害我们，或者是用祖母的身体来威胁你，为了让你回心转意。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这3年祖母的药一直是你们调配的，明明都快好了，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还敢说与你无关？当真如此吗？的确跟我有关。阮流银，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非你不可。你使用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只会让我感觉越来越恶心。对呀，不就是药吗？我和文灿在国外什么没有见过，花钱就能买。别说你们买不了，就算是买来了也没用。难不成你们下了什么巫蛊之术？你阮氏，你竟如此的狠毒！枉我萧府这些年对你如此的好，真是狼心狗肺。我看萧老太太已经清醒得很了。陈律师，继续做财产清算吧。陈律师，若是这种害人性命的毒妇都可以分走夫家的财产，岂不是让天下人寒？什么夫家的财产？那明明都是我们家小姐的。女子以夫为纲，她从嫁给我们家文仓那一刻起，她的所有一切就都属于我家文仓，属于我们大帅府。陈律师，你此阮出多少钱请你当他的离婚律师？我们帅府出双倍，请你做刑事律师，告他谋害长辈。你们简直是强盗！婉婉说的对，阮氏，你无德无行，算计夫家在前，谋害长辈在后。我大帅府定要上司法院状告你！阮氏，你无德无行，算计夫家在前，谋害长辈在后。我大帅府定要上司法院状告你！陈律师，如果你拒绝我们的官司，那我就去举报你和阮流也狼狈为奸，亵渎司法，就是让你掉光麦子！你们厚颜无耻！他在算计长辈的时候，就应该会想到这些后果。识相的话，就乖乖交出药引，留下你的嫁妆。否则，我们就巡捕防线吧。陈律师，新律可有规定，媳妇儿必须要替长辈付出性命。你们不是想知道药引是什么吗？好，我告诉你们，是我阮流鱼的血。阮流莹，你别信口雌黄，什么药引需要人的血？你们手里的药是我们家小姐夜以继日亲自熬配的，这里的药材全都是千金难买的天菜地宝，但此药寒凉，老夫人的身体经受不住，所以次次都是我家小姐用她的鲜血中和。我家小姐自幼体弱，因此老爷从小给她寻遍各地珍稀药材，所以我们小姐的血比这世上所有的药材都要珍贵。流言，这3年你一直在用自己的血为祖母治病。文灿，你不要听他瞎说，这种深宅妇人惯会唬人。唬人？那唐小姐也割一个试试？那唐小姐也割一个试试？不是说只有阮流莹的血才好用吗？
我的血也没用啊。况且依我看，这定是他为了逃脱追捕找的借口。司法院有化验室，把这药送去，一验便知。哎呦，刘莹啊，祖母的胸口闷得慌，你可愿意？萧老夫人，您还是换我一兄阮氏便好。您刚刚说我有3错，这一错，成婚3年尚无所出。可是这萧文灿在我们成婚那日便出国留学3年未归，敢问萧老夫人，我该与谁生子啊？这2错，说我嫉妒成性，后宅不宁。刚刚那几个狂徒，我已经送到了警署，到底是谁主使，一审便知。这3错，说我不敬婆母，不尊长辈。可是自我嫁入萧府3年以来，我有何处不尊，何处不敬？没想到阮小姐受了这么多委屈，3年以血吊命，当真是我海城第一孝妻啊！真是太可怜了。刘莹啊，是祖母错了，这些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祖母错怪了你。你既然为了萧家做了这么多，否则祖母也于心不忍。这老太太好深的心机，没理可讲，便打起感情牌了。他们一向如此，我知道。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但自古往今来，哪个男子不是3妻4妾？你们夫妇一体，你多奉献一些，你丈夫就会少受一些苦，到头来还不是咱们这个家越来越好吗？凭什么是我多奉献一些？那是因为我哥他尊贵啊！我哥可马上就是春风银行的经理了。像婉婉姐这样的新式女子都愿意低人一等做姨娘，你一介孤女有什么了不起？一介孤女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自轻自贱，跟我有什么关系？刘莹啊，你放心，等今日过后，我们萧府肯定不会亏待你。你和文灿呢，也抓紧时间要一个孩子，实在不济，等婉婉产子，也可以先养在你这个主母门下。你是说让我给他们养孩子？刘莹啊，这俗话说母凭子贵，这有了孩子，你这萧府主母的位置才不会动摇啊。萧文灿，你也是这样觉得的？念在你为我萧府做了这么多事情的份上，只要你以后莫生事端，我愿意许你一个位置，保你一生安稳。父亲母亲，你们当年当真是看错了人，可是我不愿意，我嫌脏。阮流莹，你可要想好了！自今日起，我阮流莹便跟大帅府一刀两断，恩断义绝。你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堂堂大帅府，你们竟敢过来抢东西！这是我的东西。这叫合理合规。哎，大哥，那台唱片机也帮忙搬一下，那可是我们家小姐昨天新买的。怎么这么小家子气？果然是心胸狭隘。小肚鸡肠，我就小肚鸡肠，怎么了？这也是我家小姐花钱添置的。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既然你也想要离婚，何必要做得如此绝？我很绝，小姐，对着账本一件一件数清楚，一样都不能落下。放心，小姐。这半碗药，老夫人还喝吗？不喝的话，我可就端走了。给我放下！阮氏，你想与萧府再无瓜葛，痴人说梦。燕梅，去大帅书房，将红色的盒子取来。对，我马上去。主母，这是什么？这是你父亲当年和阮氏签订的婚契书。婚契书规定，生生世世阮萧联姻不得背离，你可看好了？契约书上写了，违约的一方不仅要净身出户，还要赔偿对方5000万两白银。你若执意要离婚，那便是你们违约，你们阮府便亏欠我们萧家。那明明是我们老爷担心你们背誓，所以才……那又如何？我们萧家不过是纳了个姨娘，并不算背誓。你要和文灿离婚，那便是你们违约在先。你们阮氏，这可是你父亲的亲笔字，还有你父亲的信物为证，你不会不认得吧？阿爹，我得了新奇玩意儿，送你。咱们的小刘峰送的，爹爹并日日带在身上。我父亲的怀表怎么会在你们这里？我父亲的怀表怎么会在你们这里？陈律师，这印章可是有效的。阮小姐，这是真的。父亲母亲，你们竟为我考虑了这么多，可是让女儿困在内宅，你这样的夫婿苟活一生，女儿情愿一人终老。没想到，当初阮老爷为阮小姐做了谋划，如今反倒成了束缚。那你们到底想如何？当然是把嫁妆留下来，好好跟我儿子过日子。绝无可能。阮流莹事已至此，就别再闹了。以后我跟婉婉出去工作，你依然在家操持家业，难道不好？当然不好。
你凭什么觉得男子就该万丈雄心走万里，我们女子就应该困于内宅为你们铺路？但是若你不愿放弃现有的一切，那你就乖乖的回来，做我萧府的大少奶奶，否则，哼，你就净身出户。此证为凭，你阮氏这一生都是我萧府的媳妇儿。你既然放着大少奶奶不做，那就只能净身出户。陈律师，今天各位先回去吧，这场闹剧到此为止。好的，萧总。不能走。疯了？难道你真的净身出户？原来 Miss 阮是想净身出户。阮流莹，你无依无靠，更没什么本事。若是走出这帅府，你什么都不是。更何况你今天也走不出这帅府。这家子龙潭虎穴，阮小姐是进去容易出来难。我也是替你着想，跟我继续做夫妻，也总好过净身出户。阮氏，我劝你谨慎选择，是要安安心心做你的高门阔太，还是净身出户？诸位莫不是忘了萧家还有一个儿子，竟然还活着？媛儿，阮小姐既然要改嫁，那不如嫁于我。你疯了？阮小姐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阮小姐之前可是说了，你我合作百利而无一害。程远，你既然还活着，为何到现在才回来？3年前你父亲离家，后来又传回死讯，你父亲悲痛欲合，你真是太不懂事了。可不是嘛。柳姨娘应该最高兴，我死在外面。怎么会呢？我虽然不是你亲娘，但也是你母亲，怎么会盼着你死呢？肮脏手段上位的下贱妾室也敢当我母亲？既然回来了，往后要好好听家里的话。你大哥现如今都任职国际第一银行的经理了，莫再吊儿郎当了，你要好得跟他学习。这群狗眼看人低的蠢货，我们督军那可是从尸山血海里闯出来的，需要这么个不忠不扬的孬货来教。萧大少爷这洋人做派，我怕是学不来。不过这位阮小姐，我可以代为照顾。萧成元，成元啊，你这刚回来就恣意妄为，不怕再被赶出萧府吗？柳姨娘，你错了。今日不是你们赶我出帅府，而是我们和帅府分，而是我们与帅府分家。什么？阮小姐可愿与我另立门户，亦或是我和你回阮家也不错。孽障！你要气死我呀！你给我认清自己的身份。还有你，倒是从来没发现如此能招蜂引蝶。我的确是错了。阮小姐既已离婚，那我换你一军阿银。那阿银可愿嫁与我？萧成元，你如此胡闹，不怕大帅回来问责吗？怕，我怕到手的媳妇儿就这么飞了。刘盈只问一句，督军是认真的吗？诚心求娶，如有失言，拿命还你。既然我父亲跟萧府签了契约，那我阮府自然会遵礼遵法。今日我阮流莹就跟萧家大少离婚，愿嫁与萧家二少萧成元。什么？阮流莹，你给我想好了，他不过是一个被逐出萧府的败类，以后你们在外边混不下去了，再回来求情可没有用。阮流莹，潘副官辛苦了，继续搬吧。得嘞，快把二少奶奶的东西一件不落的全部搬走。督军呢？督军怎么也不管管呀？督军说了，一切按章程办事，不允许任何人动武。如果有人仗势欺人，杀无赦。这个还有那个，都是我们家小姐置办的。放肆！今天我老身就坐这儿，我看谁敢搬。你要是敢搬，就连我一起搬走，一并带走。放下，放下！你们是要造反吗？哎呦，缺了个大德！我们萧家怎么就出了你这样的媳妇儿？夫人，我们走吧。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哎呦，成何体统！吾女刘盈今日出嫁，日后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恩爱白首。萧家子若敢欺负我们阿银，阿娘便叫你几个哥哥打上门去。父亲、母亲，请原谅女儿的冲动，并非是我不想过安稳的日子，只是这萧文灿实在并非良配，背信弃士，不值得托付终身。你们放心，女儿以后一定会过得很好，我定会带着阮府重现昔日辉煌。今日多谢督军解围，方才委屈督军了。
改嫁只是权宜之计，不必放在心上。阿颖，可是要背誓。督军，也要拿这个东西来威胁我吗？我知你心中所求，你放心，督军要的东西，明日就会送达。你，阮流萤，往后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再也没有人可以束缚你。阿颖，你当真知我所求吗？我所求不过家国安定，能护住你。你没事吧？没事。阿颖可是要给我绣朵花，也不怕你那些士兵笑话你。跟我来。哎，奇怪，我的两指呢？什么？哦，没什么，算了。抬手。把这个拿去处理掉，还有那张尺寸，拿到百货莎莎交给石老板，就说用最好的布料定制。这么激烈？好，我马上就去。我家夫人可还真是不解风情啊。新婚之夜，怎能空留我一人？文灿，这可是我们的新婚之夜，阮流萤也太过分了！这个贱人竟然真的将所有东西都带走！罢了，母子，总归是些身外之物。我和婉婉都是有真本事的人，这些东西早晚会赚回来，是吧？是啊。让你受委屈了。没事的，文灿，这些都是一时的。我不是 Miss 阮那种见识短浅的深宅妇人。等过2日你上任春风银行当经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是跟了萧城那个败家子儿，我看就他那个点破家操能撑多久？来人，把今日剩的席面端过来。怎么了？不是啊，就剩这个，这么硬怎么吃啊？这饭都吃不饱了，还谈什么理想啊？别着急，我有办法。怎么样，文灿，借到了吗？但这已经是我第3次在银行借款了，我总觉得这样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这眼下不是无计可施吗？大帅府人口众多，仅1日的花销就不是我们能承受的。你若不从银行借款，我们怎么度日？都怪那个贱人。好了，低声一些，难道光彩吗？文灿，我不也是为你着想吗？有了这笔钱，咱们才能买一个好一点的见面礼给岳老板。还是你想的周到。好吧，反正明日也要上任了，这些钱一定都会赚回来。走吧，咱们赶紧去买。一般的东西肯定入不了岳老板的眼。石老板，我们定制的西服可好了？好了好了，我这就去给夫人取过来。怎么了，小姐？总感觉那套西服还缺点什么。小姐现在对督军是越来越上心了，要是小姐当初嫁的人是督军就好了。本来就是啊，按道理来讲，督军的母亲才是正妻，要不是大帅宠妾灭妻，督军才应该是帅府嫡子，和小姐您门当户对，青梅竹马，说不定啊，他早就喜欢您了呢。你要干嘛？夫人可是花了大价钱娶我这个败家子入的门，还是物尽其用的好。小姐，你一定也是喜欢督军的吧？否则又怎么会把自己珍藏的布料拿来给他裁衣呢？鬼精灵，别胡说。阮流萤，你怎么也在这儿呀？有钱就可以来，怎么现在3位还有闲钱逛这儿啊？ Miss 阮，这家百货商场可是会员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东西。就是，你一个老古董，简直就是拉低了这里的档次。你干什么？这是我们小姐先看中的。那又如何？我们也看上了，这可是我大哥大嫂
买来送给岳老板的。你笑什么？岳老板要是知道你们在春风银行贷款给他买礼物，他肯定会很感动的。你们这么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该不会还没对文灿死心吧？可惜低劣货永远摆不进橱窗，你去打折区看看吧。夫人，这是你要的西服。文灿，这件西服我觉得更适合岳老板，像他这种能人，这肯定合适。这是我们小姐先看中的，那又如何？我和文灿明天就要进入春风银行，这种高档货只配岳老板用，你们拿去有点暴殄天物了吧？那唐小姐凭什么认为你配跟我抢呢？这件西服的货款我已经付过了，500大洋。那我付1000大洋。婉婉，咱不是刚刚贷款吗？怕什么？老板，把这包起来。你们没关系，有人赶着当冤大头，我们管他们干什么？只是奉劝萧大少跟唐小姐别偷鸡不成蚀把米了。阮小姐穿的这么老土，和这怀表可不搭呀。还给我。看着不就是个破旧的老物件吗？要不我帮你处理掉。你敢？还是第一次见阮小姐对一个物件这么看重。难不成这怀表真有什么过人之处？我再说一遍，还给我。哎呦，不好意思，米斯阮，我以为像这种老古董都特别坚硬，没想到跟你一样是个纸老虎。我的东西你也敢碰？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阮流清，你别太过分了。我过分？不就是一块老旧怀表吗？赔给你就是了，何必要动手打人？赔？拿什么赔啊？把这个赔给你，总行了吧？这可是文灿在国外留学时老师送给他的西洋货，就当给阮小姐开开眼了。像这样下三滥的货色，也配跟我父亲的怀表相比？别得寸进尺，快把怀表捡起来！这个难道就是当年西洋拍卖行的那款手工打造的18K 黄金机械怀表？没错，这是当年我们小姐送给我们老爷的生辰贺礼，价值2400万美元。什么？2400万美元？你们怎么不去抢啊？石老板，当真？我对这怀表情有独钟，研究收藏多年，这有幸当年见过一次，肯定不可能错。这怎么可能？绝对不可能！唐小姐，这块怀表的收据还在我府中，你要是不信的话，也可以着巡捕房一起来看。刘莹，可不可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以你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应该狮子大开口才对。如果拿不出钱的话，萧大少，你就只能到巡捕房去看唐小姐了。小姐，是。文灿，你快救救我！我不是故意的。等一下。我现在身上只有这些了，剩下的以后我慢慢赔给你。既然还不上钱，那就把这张欠单签了吧。我阮流影不喜欢欠别人的，当然也不喜欢别人欠我的。这下好了，刚从银行贷的款，这下全没了，这还没当上经理呢，就欠了一屁股债。文灿，你以后做事能不能过脑子？刘营长家3年，事事安稳，从不出错。可你凭什么拿我跟他比？阮流影，你给我等着，等文灿明日上任经理，他就会明白，我才是最能与他相配并肩同行之人。哇，这春风银行也太大气了吧！人来人往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外国人。那当然了，春风银行可是银行中的银行，不仅是国内权贵想分一杯羹，国外名流也是趋之若鹜。那我哥岂不是要成为国内国外人人都尊崇的北斗之尊了？你以后可要好好提携我跟嫂子，给我们也弄个官当当呗。好了，今天你和婉婉在这里一定要谨慎，春风银行向来以严格著称。知道了，我们一定会好好辅佐你这位大经理的。文灿，名单要公布了，我们快过去看看。招聘经理，哥不是已经收到招聘书了吗？他这怎么还在招聘经理啊？肯定是岳老板担心文灿身兼重任太过劳累，所以再招聘一个副经理辅助他喽。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什么时候入职啊？这位小兄弟，
我是今天入职的经理肖文灿。上头说，待会儿岳老板到了，会亲自公布录取聘用的人员。哥，你听见了吗？岳老板居然为了你亲临现场了！文灿学贯中西，又是帅府长子，岳老板重视他也是应该的。听说岳老板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金融天才，我在他面前也只不过算是初出茅庐罢了。来了来了！阮刘莹，居然是个岳老板！阮流莹，居然是岳老板！你胡说什么？他一定是知道今天文灿任职，故意来添乱的。是啊，这不是我们大帅府的下堂妇吗？而且还是个不知检点的二家妇。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也是你能来的。你们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Miss阮，你是来找工作的吧？没想到你嫁给萧家二少爷，日子过得这样子。我早与你说过，萧成元并非良人，你非要执迷不悟。我夫君再不济，也比你这种朝秦不楚的人强。再说，谁跟你们说我是来找工作的？哼，你不是来找工作的，难不成你是来当老板的？是又如何？胡说八道！赶紧回去，别在这丢人现眼。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就凭我哥，现在是春风银行的经理，他这经理还未必做得成呢。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位留洋高材生是不识字吗？这招聘通告上是春风银行还在招聘呢。既然还在招聘，你们凭什么认为他就是经理了？无知！岳老板亲笔写的聘书还能有假？就是，别以为自己认得几个大字就可以在这卖。来了来了！太好了，文婉姐，我们果然进了，你太厉害了！怎么可能？名单是我当初亲自拟定，怎么会有唐婉苑跟萧淑然的名字？婉婉，这招聘名单可是岳老板亲自定的。我不管，你要是不加上我们的名字，我就不认你这个爹。阮流清，无论是才学还是手段，你都比不上我。看来春风银行早已多了许多见不得光的蛀虫。文灿，我就说咱们一定能进入春风银行，比某些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强多了。你跟他比什么？他也只不过一个深宅妇人，见识短浅。你笑什么呀？你还好意思笑啊？看看这名单，脸疼吗？我不需要出现在名单上。况且这名单怕是问题重重吧？少给自己找借口。我们能选上是因为实力，你聘不上是因为不配。识相的话就赶紧滚吧！春风银行可不是像你这种蠢猪能进的。春风银行招聘极为严苛，聘不上怎么蠢猪了？就是，我们都是在谋个生计，你们有什么好高高在上的？狂妄！道歉！安保呢？还不把这些闹事的人丢出去！谁给你们的胆子动我？我是新任职的经理，你们在这闹事，把所有没录用的人全都给我赶出去！住手！住手！文灿，我就说岳老板很重视你，连李老先生都亲自出来了。李老，还不快把人放了！李老先生，刚才这些人在聚众闹事，我便擅自做主，想要把他们赶出去。瞎了你们的狗眼！阮小姐是岳老板的贵客。阮小姐，请跟我来。岳老板竟然会邀请他，这阮流英怎么会认识岳老板呢？岳老板，刚刚那群人如此侮辱你，您为何不表明身份？之前的刺客说出幕后主使了吗？还未。刺客行刺在先，暗箱操作招聘在后，这幕后主使的手恐怕已经伸进我春风银行里了。我打算跟新一批员工以员工的身份进入春风银行。您这是以身入主，太危险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打我春风银行的如意算盘。那萧大少爷，先给他安排一个初级经理的职位吧，把他们留在眼皮子底下，顺藤摸瓜。阮小姐，这是您的办公位置。阮小姐，这是您的办公位置。好的，谢谢。Miss阮，你可真能豁得出去。为了这种工作爬老板床的事儿，反正我是干不出来。那当然是他没本事喽，那就只能靠这些肮脏勾当呗。人不可貌相，真恶心。阮流英，你当真就这么下贱，勾引完一个又一个？放手！萧文操，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管我？你不过就是一个拿着妻子嫁人、养情人的窝囊废而已。你还没进门就怀上孩子的下贱外室，靠老板上位的事儿，那是你的拿手好戏。
还有你，我怎么了？我问你，1斤棉花，1斤铁，哪个重？那当然是1斤铁重了。1斤棉花和1斤铁，当然一样重了。大家想必也看得出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草包？这个贱人也太嚣张了吧！放心，我一定让他知难而退。阮流莹，去给我们3个泡3杯手磨咖啡来。凭什么？你我虽然是同级，但文灿是你的上级。密斯阮不想上班第1天就因为冒犯领导被开除吧？你耳聋了吗？我要的是咖啡，不是你这个破茶！赶紧去给我！你疯了！春风银行只有茶，没有咖啡。你不是不喝吗？那就只好倒了。没有便去外边买。在这儿我是你的上级，你得服从我的命令。你也配？把文件捡起来，然后再去买咖啡。在吵什么？李老，就是阮流这个女人一直在这闹事，冒犯上级，扰乱工作。李老，是我正在教导她。阮小姐，此次春风银行和督军府合作的文件已经拟好，一会儿由你代表春风银行和督军打。督军府合同？李老，凭什么呀？大家都是一起入职的，为什么把项目交给阮流平？此订单金额颇高，只有阮小姐有这个能力。我没听错吧？她有什么能力？勾搭男人的能力？李老，还请您三思。阮流莹胸无点墨，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比她要合适。夏虫不可语冰，阮小姐，交给你了。不要以为你和督军府有些交情就可以拿下这个订单。督军心系天下，可不会像岳老板一样任你攀附。督军，跟春风银行合作的文件拟好了。督军，您这表都修了1整夜了，摔成那样修不好了。这是阿莹最为珍贵的东西，我一定要给她修好。督军，要不让我来吧？是，夫人的东西我哪里配碰啊？您慢慢修，慢慢修。督军车已准备好，春风银行那边在等您了。走，我看还是我来负责这个项目吧。唐小姐，你刚入职，接手这个项目不合适。如果像我和文灿这样海外留学回来的高知人员都拿不下他，那像 Miss 阮这样愚钝无知的后宅夫人又如何做得到？您执意要将这个项目交给他，莫不是又私下交易了什么吧？这个项目如果我做不到，那别人就更做不得。阮流莹，这个项目关系着督军府几十万士兵的存亡，不是儿戏，快把它还回来。哥，你跟这种女人废话什么？直接抢不就完了？你这个女人！您怎么来了呀？怎么，我们督军的行踪还需要向你汇报？你没事吧？看来督军与阮小姐的关系当真匪浅，不知你夫君萧二少知道吧？你如今竟如此恬不知耻，和那勾栏的女人有何区别？文赛，你敢打我！你满嘴喷粪，口无遮拦，跟臭气熏天的旱厕有什么区别？你该打！走吧，去谈合同。等等，督军，这合作关系可不仅仅是督军府，还有天下生民。你是在威胁我？我只是就事论事，在座哪一位不比他一介后宅妇人要强？督军选他，未免有些太不公平。督军若想服众，那就让 Miss 阮和我比一场，看看他有没有真本事。你想比什么？我们都在银行共事，那这首要的自然是比算力。题目便是本次督军府所需贷款的数额。
阮小姐和唐小姐同时开始计算，谁先算出并且正确，谁胜。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话多。好，这是你自找的。这是什么？此物名为计算机。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听说它是外国最流行的计算工具，具有超强的算力，可在极短的时间内算出最为准确的数字。哦，督军，夫人就算再厉害，也比不过这些洋玩意儿。那你就看好我督军府的夫人如何将这些崇洋媚芒怪在的东西打得落花流水。信你死到临头不知所谓，那就让你死得彻底一点。我还要再加个条件，不仅得不到这个订单，并且要被春风银行开除，永不录用。可以。你逞什么强？你若是现在认输，或许岳老板看在我的面子上饶过你这一次。聒噪！果然是旧时代的产物，现在是新时代，谁还用你这种老古董？真是愚昧。唐小姐，赐教。收3450两1强4分，支2512两1强9文，收213两1分，支5977两2分。到底谁会赢啊？这不显而易见吗？那可是国外的先进物件，一把破算盘，怎么和人家比？可我看阮小姐怎么丝毫不慌呢？装腔作势呗，人家那可是西洋货，高级的很。哥，你就放心吧，陶婉姐这次赢定了。停！怎么了，Miss Ra？时间没到就认输了？我早就说过让你不要逞强，现如今你5000万两，3钱3分。你说什么？你少虚张声势！这么短的时间，没有人能算出来。这怎么可能？不仅答案完全正确，时间上更是提前了半个时辰。这不可能！他的破算盘怎么可能比得过我的计算机？阮流野，你是不是又耍什么花招啊？不是我耍花招，是你们忘本。算盘可以算加减乘除，还可以开出多次方，甚至解决更加复杂的运算问题。你们凭什么认为他会输？是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又哪里比不过那些洋玩意儿了？我宣布，获胜者是阮。我知道了，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早就私下勾结好，把答案告诉他。唐小姐，请慎言。我有说错吗？在座的各位，谁见过人能在短时间把这账目算出来？别多事，他能处理。人的算力不可能比得过计算机。刚才我便说过，我可以替你求情，你还是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卑鄙的人看什么都是卑鄙，你不行，不代表我不可以。你若不信，上面这些随便选几条，我来算。狂妄！好，那你便说说，那上面的第1条、第3条、第7条，3条相合是多少？98400两。没错没错，丝毫不差，就是98400两。你还会心算？不对，不能按照上面的出，说不定他提前背过呢。对啊，哥，你应该重新给他出个题目。你便按照报纸上所述，若商行收粮价是卖出价的3成，百姓用3斗米能换多少油？这还用算啊？大概也就这么1杯吧。只能换1杯？等等，这账目有问题。看吧，他自己都说账目有问题了。刚才的比赛不作数，被赶出去的还应该是阮流莹，他作弊。现在边北地区应该是提前降雪，所以棉花会涨价。我们现在的款额根本就不够买足额的冬装。阮小姐，你作假就算了，现在还想用这种理由来诱导督军增加贷款，督军还不知道吧？你们在春风银行合作的数目越大，他 Miss 阮的利息就越多。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算计到督军头上来了。还需要增加多少款额？至少2成。购置冬衣迫在眉睫，按你说的办。督军，你还真信他胡扯？提前降雪，难不成他是神仙？雪，快看，竟然真的下雪了！下雪了，快看，真下雪了！海城位于江北南端，已3年未曾下雪，今日下雪，
想必边城地区半个月前便已入寒冬。此事报纸都没有说，你是如何知晓？不然你以为里面粮油为何会突然涨价？没想到阮小姐不仅智商不弱，心思也如此细腻啊！谁还对此次比试存在异议？那既然如此，就按规矩办，该走的走。阮小姐，我们去商谈协议。他怎么会懂得如此之多？这还是我认识的阮流影吗？唐小姐，按照赌约，你可以走了。至于你们俩，停职考察2周，以儆效尤。那岂不是没有工资了？我哥他可是岳老板钦定的经理，就不能通融一下吗？好了，走吧。既然输了，那便愿赌服输。文灿，陆军府的车怎么还在？你怎么还没走啊？当然是接我夫人回家。阮流莹和督军，天哪！督军这么丑，他是怎么下得去嘴的？阮流行，姐，你疯了！那是督军！那又如何？大庭广众之下，竟如此不知检点。没想到 Miss 阮表面保守，内里竟如此浪漫。短短几天，督军、岳老板、萧二少都成了他的裙下臣。住口！你竟然为了那个女人凶我！哥，你该不会也是吃醋了吧？好啊，我说你怎么如此生气？原来是余情未了。现在人家上头是有正头夫君，你想吃醋都来不及。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胡说八道？萧文灿，好马不吃回头草。你现在想回头，还得问人家愿不愿意。唐文远，萧文灿，哎呀，嫂子，当心孩子呀！你要是不回来，我就打掉这个孩子。萧文草，你是我此生唯一的妻，安心在家等我，定不负你。难道我真的选错了吗？下雪了。是啊，好美啊。不过还是希望他们快点停吧，毕竟那些兵士们需要的是活下去。小景，谢谢你，阿莹。要是没有我夫人冰雪聪明，我这些兄弟可怎么办？督军谢人，可要拿出点诚意才好。夫人，闭上眼睛。夫人，你修好了。夫人莫急，还有。这材质是弹片啊！这是我第一次中弹时留下的弹片，我将它做成了一个铃铛。你带上它，只要铃铛响起，我就会出现在你身边。萧成元，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因为你值得。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先给你简单止血。一铃响，万愁消。往后我们阿银无忧无虑，无病无灾。阿元，谢谢你。这铃铛一步一响，一步一响，杜鹃还真是浪漫又温柔。萧成元，那里不可以。呸！最好我家小姐和姑爷恩恩爱爱，那一家狼心狗肺，让他们霉运连连。来信了，大帅来信了。毛毛躁躁的像什么样子？既然是家书，等文灿来了再拆。是，母亲。哎呦，你们可算回来了！大帅造来了书信，想必是打了胜仗，马上就要回府了。什么？父亲要回来了？大帅打了胜仗，你们也任职了春风银行，当真是双喜临门啊！对啊，等大帅回府，带着军功，整个海城都会称颂我们。届时春风银行必当求着我们回去。什么求着你们回去？文灿，快打开信看看。父亲，出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父亲在前线战事大败，让我们赶紧准备物资去支援。什么？那你们倒是快点想办法呀！你如今不是春风银行的经理吗？你快取些钱给你父亲送去。还送什么送？嫂子都被开除了，我和我哥也被停职了。现在别说父亲了，我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你们今天不是刚入职吗？怎么就被赶出来了？还不是婉婉姐非要跟阮流星比什么算术，结果还比输了。现在好了，工资没有了，贷款也还不上了。原来是祸不单行，非要闹着什么离婚，结果娶回来一个这么不中用的。这海城除了他春风银行，还有扬生银行。3日后，斯诺夫先生将亲至海城。如果我帮扬生银行拿下与他的合作，他们承诺给我50万大洋。50万！斯诺夫据说在海外颇有地位，你能拿下？这有什么难的？斯诺夫先生是我和文灿在国外的老师，招待舞会我已经筹办好了，老师当天一定会和我签下合同。可这扬生银行的背后是外国资本，我们又怎能替他做事？我这不也是为了大帅府考虑吗？我们如果过得不好，大帅如何安心打仗，保护天下百姓啊？这是我们帅府最后的机会了，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唐文问他们昨日离开后有什么动静？唐小姐投靠了扬生银行，听说正张罗着举办舞会招待斯诺夫先生。对了，有没有查到他们在我们内部的暗线？还未查清，不过已经按您说的做好部署了。继续盯着，趁着这次连根拔除。是。等一下，你手里拿的什么？都是些废纸，我正好给他扔了去。拿出来。您看，我都说是废纸吧，都是写错了的单据，我怕您说我浪费。好了，你下去吧。这人是谁啊？是个保长，叫唐大山。盯着他，顺藤摸瓜。是。还好我藏了一份，差点被他们发现了。这计划书被我抢了先手，我看他还怎么跟我斗。3日后，我定要让那贱人跪下求我。闺女，等咱们祝佐藤先生完成了大业，他的春风银行都得姓唐。嫂子，该轮你们跳开场舞了。你这么喜欢看他，那你跟他跳好了。我倒要看看你这贱人丑态百出的下作药。我的夫人怎可与他人跳开场舞？夫人，愿意和我跳上一曲吗？我的天哪，阮流燕居然会跳西洋舞，还跳得这么好，怎么可能？萧成元，你以为你找了个什么宝吗？他早就给你戴了一箩筐绿帽了。就是，他肯定是靠爬了床才来到这里的。就凭你们3个草包，也配谈合作？实话告诉你，斯诺夫先生就是我和文灿在国外求学的老师。
今天他来到海城，也是看在我和文灿的面子。是吗？那待会儿可有好戏看。斯诺夫先生到。老师，比特，好久不见呀！你真是慧眼识珠，娶了这么好一位夫人啊！是你们非要留下来的，那就只能被狠狠打脸喽。是啊，比特，你夫人聪慧博学，管家有道，你日后要更加珍惜她呀。以后你们夫妻二人合力经营好这家春风银行，定能够在这条道上闯出一条光明大路。学生定不辜负老师的期望。我与婉婉结婚的事，老师是何时知道的？老师，您过誉了。婉婉在国外只是学了一些皮毛，以后还希望您多多教诲。你是？老师好，我是莎莉 Shirley。好久不见，米娅。好久不见，老师。老师，他也是您的学生。我是米娅幼时的启蒙老师。你作为米娅的丈夫，你不知道？你与斯诺夫老师早就相识，为何从不与我提起？米娅是我最好的学生，若不是他举荐，我怎么会可能收你当学生呢？你怎么不告诉我？以前没有必要告诉你，现在离婚了，更没有必要。离婚？老师，我跟萧文灿已经正式离婚了，这位才是我的丈夫萧成元。勉勉强强，定是你这个畜生欺负米娅！从今以后，别再叫我老师。老师，老师，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您不是来阳盛银行谈合作的吗？你是谁呀？我是比特的新妻子，莎莉。我为什么要跟你阳盛银行谈合作？因为我们阳盛银行是外资银行，更符合您的喜好。这场舞会就是我今天特意为您准备的。够了！谁告诉你我是外国人？老师是海城留洋第一人，这些年来一直在为国内的金融发展做贡献。可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崇洋媚外。老师，我代表春风银行欢迎你，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岳老板。岳老板？岳老板？阮流莹，他竟然就是岳老板！你真的是岳老板？你为何不告诉我这些？如果不是小姐，你怎么会收到聘书？你可知原本等你归国，小姐就要将春风银行交给你。我不知道。你能知道什么？还有比你更蠢的。我家小姐派人去东海救你，结果你非说是那个女人救的你，你这脑子肯定被海水泡过。你说什么？是刘颖救的我？你不是跟我说是你救的我吗？你都打不过海盗，你却相信唐文文一个人能击退所有的海盗，那你信不信我是你太奶奶呀？唐文渊告诉我实话，是我愚笨，是我眼瞎。你确实眼盲心瞎，他当时之所以能刚好救下你，是因为看上了你随身的财物。你胡说什么？我是不是胡说？让他来告诉我。你的父亲已经全部招了，包括偷窃春风银行计划书的事情。我不认识他。他不是春风银行的保长唐媛媛，你跟我说是书香事件。留洋期间，你父亲全在南洋宣传我国文化。我是爱你的，文灿，不是这样的。这是你从小和你父亲一起在渔村生活的照片，还有他助你篡改招聘名单和盗窃计划书的证据，你还想狡辩？我竟为了你这样的女人，辜负了阿莹。岳老板，求求你饶了婉婉吧，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所为啊！婉婉爸爸对不住你。你闭嘴！我没有你这种父亲。督军，夫人，萧成元，原来你就是督军。督军的名讳也是你叫的。如果不是你爹楚切灭妻，你一个妾生子哪配和阮府联姻？是你抢了我们督军的婚约。他也是同伙，爱你一并带走。文森，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救救我和孩子！文森，文森！骗我！你居然连孩子都是骗我的！我居然为你这种人付了阿莹。那又如何？你已经娶了我，就算是死，我们也要埋在一起。母亲，唐文文等人对罪行供认不讳，近日即将被枪决。萧大帅手里仅存300兵士，最后悉数战死。
萧文灿求职无路，现在在街边卖香烟。娘，萧安国罪有应得，客死他乡了。萧父已经拿回了，儿子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相守一生的人。放心吧，在那边别再遇见他了。赶紧走吧，霸占这府多年，也不怕主母的冤魂找你们索命。哎呀，大炮，快跑！快跑！阿莹，现在一切安好，你还有何愿望？我这个人没什么大抱负，只希望山河无恙，烟火如常。